大家好，今天到了咱们这个李昌镐的中级讲座时间。昨天呢，由于我的失误啊，我把这个赵志勋这个初级的第一课我又重新放了一遍。幸好有这个咱们的网友啊，及时的提醒啊，我把那个第二集重发了。如果没有看到的，这个能够想看的话呢，可以现在回看一下啊。这是咱们的失误。还有呢，回答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也有网友问的，说我具体的，比如说我是多少集，我是应看什么那样的内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呢，界限不是那么明显，每个人理解能力也不一样。你即使是可能6、7集，但是你可能看那个咱们这个中级的也能看啊，都不是问题。你像我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哪有分那么多那个标准的级位啊，是吧？没入段以下都是级位，都一样，没有区别。所以那时候有书就看。你像那时候我看李海峰的那个金与形的书，我觉得非常好。那时候我还没入段呢，是吧？那个书你说他是给什么样人写的呢？所以没法界定啊。所以他比如说现在他是级位的棋手吧，他像咱们这里面的所有的有关于普及类的这些他都可以去看啊，能理解多少算多少啊，只要看了就一定会有收获的。那你有段的呢，他理解的就更深入一些，比如说他有些他知道的，他就相当于复习一遍，不知道的呢看一看呢，就是能够获取新的东西。那你要是说那个没入段呢，那你看那个内容就是说都不熟悉，那没关系，正好就像海绵一样就吸收了。所以这个不能太教条，是吧？好了，这是我要声明的几个问题啊。那咱们现在进入到学习的内容。其实像这些题啊，对于一个没有入段的这个小棋手来说，这个都可以去做的，是吧？那这个题也是，那黑先怎么办呢？利用这个硬腿可以来挖，是吧？这样就可以把对方吃一个击不归了。因为李昌镐的这个咱们这个教程啊，它呢这个跨度是很大的。你比如说它的这个6侧一开始是6侧死活6侧手筋，那么前3侧的死活和前3侧的手筋呢，对于一个级位的棋手来说呢，看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现在说这些级位都是说野狐级位啊。所以说比如说你现在看那个赵志勋那个内容觉得太少了，是吧？你这更新这么老慢，你1周才能更1次，那没关系，你正好现在看那个中级的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是吧？啥也不耽误。好，这道题先看黑棋。黑棋呢走在这里可以要求这个眼和这个眼，那这就活了。相反的，这个棋下家好像是好棋，但不行，这不行。那至于说你走这个，这一打也不行。像这样的题呢，就是找黑先做活。这里的一看呢，像这种1、2路要点，然后一跳就活了。如果没有发现这个跳，走在这里，这个就要坏啊，这个只能成劫。至于说做成个板6行不行呢？那板6这个局部是不成立的，这里做不了眼。黑先做活，黑棋尖在这里啊，先做出一个眼再说，等他提了，再一走，这就活了。相反的，上来就没做出眼来，这就麻烦了啊。在我上一期节目里啊，就是赵志勋那个初级里面，我就提到过，就是先把这个眼码出一个再说来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再来，这个就把棋走的非常复杂了，是吧？而且这也不是净活，这不行。至于说提子，这眼看着不行，这已经死了。这个呢是在围棋基础课里咱们就已经提到过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盘桥取四，是不是？李昌镐的这个书啊，好处非常多啊。首先一点呢，我是咱们这个内容啊，这个栏目是结合了所有的
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李昌镐的书啊，咱们会都往下一本一本的往下讲啊。我没有的就是他最新的，就是他那个黑乎乎的和那个皮儿的那个书我没有，这个我承认。那之前的几乎都攒全了，所以说呢，那他讲内容呢，那就非常的丰富了。你比如说12本的这个死无手巾之后，紧跟着21世纪那套书啊，又是10多本啊，那个书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好，是吧？再往后呢，就是这个还有个心得，那个心得我觉得编的有点杂乱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内容啊还是挺特别啊，就心得那套书啊，好像心得是哪出的我忘了啊。好，这个棋黑棋啊，在这里要求做眼，那它必须要走这个，这样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双活，相反的这个棋下这个，这眼看就完了，这不行。至于说吃的这里，这也不是棋了，这都不是棋。这道题呢是这个白先做活，白棋哪里是要点？这里是尖呐，这是好棋。当对方立的时候一团，正好够活，是吧？无论你是直四还是取四，它都是够活了。相反的，这个棋如果是粘就，它要粘就坏菜了，粘的一般就不行了，是吧？所以说立呢，立这个带响的也不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道题，黑先。其实你看他这个真是不愧于中级教程啊！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是名副其实的，它的题目还有点小难度的啊。像这个题就是黑棋要想做活怎么办？单接啊，那他一定要连呢。好，吃对方一个胀死牛啊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千万别去瞎去提去，提了可就坏了，提他再一提，这里全是死棋了，所以这里也是要小心的。至于说吃这个，这不行是吧？这道题是黑先做活。说实话，他这些题目都不是说在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些围棋书能够常见，都挺特别的，而且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实用吧，挺好。白棋呢，要想做活打吃，再一接，这样呢确保了一个双活，是吧？那如果这个棋啊随手打到这里行不行？这个就随手了，这个要命了，这个反过来要被反噬啊，也不行啊。所以说长一个黑棋在这一段，这也完了。其实通过前面这些题，大家应该感受到了这个书是不是一套好书，是不是？咱们栏目里推荐的书都不是差书。那现在这个书呢已经绝版了，那个这是早年间了，很多是90年代初的书。我买这个书呢也都是不是说那个年代出的了，这都是复印版，但它还能卖啊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书，其实也可以在网上淘一淘，有的是。不过其实如果说你看咱们这个栏目啊，也就不必了，是吧？你就跟着我一起，咱们每天做点题也挺好。要否则你本书看，你像我的习惯什么的，我一般呢，能不点灯我就不点灯，那你说你要躺着或者腿一搭，泡杯茶，一看这多舒服，是不是？你本书看，那你累得慌，是吧？好了，那这个题呢，黑棋跳在这里。如果这个棋是吃，这一般不好，就完了。那你说这一看这就不是好棋啊，这个一走，这里接不归了。其实怎么说呢，咱们这个栏目叫围棋说书啊，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看书读书的一种新方式吧。你比如说你
你这个要不就点个灯，点个灯完了坐那板上正看，那还得在棋盘摆一摆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不是说光拿本书绑着看就能这个把它完全这个消化得了。可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视频的话呢，那基本上你就很放松了。你比如说，上午来杯咖啡啊，往那一坐看一看，有时间啊，休息日的时候，如果是下午呢，来杯茶，俩腿一翘，拿个手机往那桌上一摆，这都很轻松。我觉得这反正算是一种新的读书方式吧，而且还是有人陪你读，是吧？陪太子读书。像这个棋黑棋就是尖一个，这样就活了。那如果这就坏了，这成打劫了，这不行。至于说这一看这团，这就不是围棋了，这一拖就死了。再来看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啊，黑棋冷招啊，冷招就是什么呢？立在这里，当他接的时候再来吃，这样就可以确保活棋。如果立的时候他接这个行吗？这也是打劫不归，是吧？还是劫不归。那这里最怕一随手下这儿坏了，这是完了，这棋就不行。有了上道题的基础，再看这道题呢，就相对的很简单了，是吧？应该一眼就能发现目标，就是这个尖，这样就可以确保活棋。那打不行，打的话他走这个，这成劫了，至于说你粘这个，这都不是围棋了。其实你会发现呢，如果是看咱们这个节目的话，我这个摆棋速度也是够快的。如果说你看书，可能还不见得有咱们这个速度做题的速度快，只是说我平常要加一些话，我加这些话实际都是这个题已经摆出来的情况下，让你思考的过程当中的，说一些闲聊，是吧？再重申一下目标，就是说，我之前我说过，咱们这个李昌镐这个书啊，目标是奔着成人的叶三啊，强叶三。强叶三，我说这个叶三呢，还得说是这个早年间的，不说现在的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这成人的段位是怎么样的啊，可应该是比以前水个一段，可能一段还得加。那成人的叶三大概什么概念？野胡稳拿把掐的这个强五弱六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强五弱六，六站不稳，可能很快就下去，但是那个五是保站住啊，野五是那个不是那个野胡五是保站住，就这么个水平啊。这样呢，这个棋啊又还原成跟刚才那道题很相似的一个变化。如果下这个，企图走接不归，但是没有意义，是吧？至于说这个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它一长还是不行。我们再看这个，黑棋怎么活？这个也很简单了，只要看过一遍的都能知道。挑这个，如果你走这个呢，就有一顶啊，这只能成劫。至于说这个。这就不是棋了啊！黑先怎么办？这个棋要注意方向，是吧？所谓的方向，这个在所有的围棋教科书里好像都出现过这道题啊。它就是说，你别走错方向，就这个，它这个还搬在这里，搬这里也是可以的。这个下在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没区别。至于说这缩小眼位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再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呢找要点是吧？黑棋怎么办？尖在这里，这样呢确保 A、B 键合，可以活。如果是这个棋下挡呢，这一点坏了，这不行了。最后一道题，黑先，这个也很明显了，是吧？走这个可以活。如果是下力，这个就完了，是吧？好吧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咱们今天内容就是这些。
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啊，这个您的点赞呢是咱们这个频道持续发展的这个原动力，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。那好，再见。